第77届联合国大会已于周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联大主席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周六，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将于9月18日至25日出席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围绕俄乌冲突，美西方与俄罗斯的博弈也延续到联大会场。美国在俄罗斯代表团签证问题上使绊子，而联大允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录制视频方式参与一般性辩论，则引发俄方等国家的强烈不满。王毅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将主持召开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部长级会议，出席金砖国家外长联大会晤、中国拉共体4驾马车外长对话、集体会见海合会3驾马车等活动，并同联合国秘书长、第77届联大主席及部分国家代表团团长或外长举行双边会晤。我觉得中国发挥的作用可以用2句话来概括，就是推动国际合作，然后应对全球挑战。中国是8月的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所以中国也是秉持着这种高效务实的作风啊，开放的这种包容的姿态，推动国际社会啊，联合国召开了20多次的会议，然后也多份的主席声明，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地区热点问题上，表现出了非常积极的这么一个姿态。周二，联合国大会第77届会议在纽约召开，匈牙利总统办公室环境可持续发展事务主任克勒西成为新一任大会主席。克勒西表示，在他担任大会主席期间，将通过团结、可持续发展与科学来寻求解决方案，发挥科学在制定决策中的作用。It is our mission to come together when there are disagreements, and to build bridges when there are deep divides. This hall was created as a place to build trust, to bring about peace and security. 克勒西表示，联合国是在战争硝烟中诞生，其创建目标就是解决矛盾与争端。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会员国应捍卫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达成共识并形成解决方案。确实，现在世界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就是到底是走向和平，还是说是冲突，是发展还是倒退，是合作还是说是这种对抗。实际上世界是面临这样一种选择啊，这也是摆在所有会员国啊，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一些共同的一些挑战。当前世界正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不断扩大的地缘政治裂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随后的记者会一开始就开了个小玩笑。Good morning, and I'm terribly sorry, but the world is in trouble, and so sometimes I get myself into trouble too. 古特雷斯还透露了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具体情况。他表示，俄罗斯与联合国相关机构确认将继续密切合作，以确保全球粮食安全。但俄乌冲突距离停火遥遥无期。The General Assembly is meeting at a time of great peril. Geostrategic divides are the widest they have been since at least the Cold War, and they are paralyzing the global response to the dramatic challenges we face. Our world is blighted by war, battered by climate chaos, scared by hate, and shamed by poverty, hunger, and inequality.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将于9月20号至26号举行，大约15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按照惯例，作为东道国，美国是最先发言的国家之一。此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等领导人也将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今年的联大会议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联合国第一次全面回归线下会议。受疫情影响，过去2年的讲话全部或部分采用视频方式，今年则再次适用惯例，只有出席现场的人才能发言。但此次大会前，美国、法国等50多个国家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联合国为乌克兰破例，允许泽连斯基在联大发表视频讲话，最终获得联大通过。不过，俄罗斯、南非、巴西等7个国家投下反对票，认为该决定违背会员国主权平等原则，将联大程序性问题政治化。Видим ее лишь в том, что перед нами разыгрывают очередную попытку добиться особ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именно для Киева, словно забывая о суверенном равенстве всех стран-членов ООН. 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这份决议中还特别包括了一项重要内容：泽连斯基的出席方式不构成先例，意思就是联合国大会只为泽连斯基开绿灯，其他国家领导人不得效仿。
围绕乌总统视频演讲的争论，只是俄罗斯与美西方在联合国这一国际场合展开的舆论战之一。此前，美方迟迟不给俄代表团发放签证，引发俄方批评。直到开幕前一刻，俄外长拉夫罗夫和部分随行人员才获发签证。近期，美国对俄罗斯的外交和舆论攻势更进一步，除了国会准备把俄罗斯视为知恐国家之外，甚至还准备把俄罗斯从联合国的体系中赶出去。俄外交部日前就这一系列问题进行回应称，西方企图把俄罗斯驱逐出安理会的行为根本不会成为现实。俄罗斯是常任理事国之一，想要将其驱逐出联合国，必须修改现行的联合国宪章。此外，还得在取得联合国2/3的国家同意后，才能实现这一点。除此之外，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俄罗斯具有1票否决权，可以直接否决美国的提议。有2个比较重要的关注的地方啊，一个就是9月20号即将召开的一般性辩论，这个很可能这个美国的这个使团啊，这个代表会发难。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人权理事会，可能大概在9月23号前后啊，美西方会借机来炒作，来调查俄罗斯所谓的就是违反这个严重侵犯人权以及这个构成战争罪。围绕第77届联合国大会，俄乌、美俄都在斗法。俄罗斯反对给乌克兰总统视频讲话的特殊待遇，美国早前还迟迟不给俄外长发放签证。那么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呢？联合国总部呢在美国纽约，美国呢也经常自以为呢是地主，对联合国大会呢总想干预，这个夹带私货。那么这次联合国大会呢，主题是团结、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呼吁国际社会呢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但是美国呢要执意的把自己的议题加入进去，其中呢就包括放大乌克兰危机，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发表这个视频讲话，以便呢在国际场合把俄罗斯批斗一番。当然呢，泽连斯基发表视频讲话也是经过联大投票决定的，但唯独呢给这个乌克兰的总统这样的特殊待遇，还是呢遭到了俄罗斯、古巴、巴西等7国的反对。而发起要这个泽连斯基视频讲话的，恰恰呢是美国、法国、英国等亲乌反俄的国家。这说白了呢，美国就是要在联合国大会上呀把俄罗斯恶心一下。另外呢，美国早前也是百般刁难，不给这个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发赴美签证。那么直到呢俄罗斯向联合国秘书长投诉以后，这个美国呢才给俄罗斯代表团发了有限的签证，引起了俄罗斯的反对。这实际上呢，由美国绑架联合国的意味，凭着联合国总部在纽约的地理因素，美国呢对联合国事务加以干预，这呢也恰恰暴露出其霸凌的做派。所以呢，也有人提议，应该呢把联合国总部这个扳倒真正中立的国家，避免美国呢把私货加入联合国议程，或者呢把签证当做一张牌来打。但是呢，这种可能性现在呢还比较小。等到世界呢真正够进入多极格局，美国不再一家独大，那么就有可能呢来讨论联合国总部的搬迁问题了。9·18事变爆发91周年，周日上午，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举行了庄严的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与此同时，全国多个省市在今天上午鸣响防空警报，军队、学校、博物馆等也以多种形式举办纪念活动，提示后人勿忘国耻，砥砺前行。当天，全国多省市通过举行防空警报鸣警活动以及线上活动，纪念9·18事变91周年。全军各部队也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广大官兵不忘历史，砥砺前行。在山东日照第71集团军临汾旅组织官兵来到日照烈士陵园，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在缅怀先烈中坚定从军初心。血的教训不容忘却，军强才能国安。我们要始终铭记先烈们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历史，从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崇高荣誉中汲取奋进力量。1931年9月18号晚，日本关东军以巡查铁路为由，趁夜将其埋藏在辽宁沈阳北大营铁轨旁的炸药点燃，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全副武装的日军立即对预定目标发起攻击，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我们现在来纪念9·18事变，首先是要告慰先烈，他们这个
当年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这是中国当前的这种繁荣富强。中国人民不但打跑了侵略者，还实现了空前的发展和稳定。其次呢，是要弘扬一种抗战精神，在外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去克服困难，坚持斗争。那这种精神是我们当前和未来，是这个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当中都要传承下去的。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面向未来。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9月初起，中日两国启动了系列纪念活动。周五，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日本友好协会、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共同举办的“重温友好初心，共创美好未来”2022中日友好交流会议以视频连线方式在中日两国同时举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唐家璇向大会致书面致辞。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林松天、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二阶俊博、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丹羽羽一郎、中日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程永华、中国驻日本大使孔炫佑、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等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外友好协会、日本32个都道府县日中友好协会及相关团体组织主要负责人或代表约300余人线上出席会议。从长远来看呢，和平友好合作才是中日两国关系的这个正确的方向。那中日关系当前处在一种新老问题交织的局面之下，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更需要实时的去明确双边关系的这个正确的方向，然后从大局出发，通过务实层面的这种互利共赢和人文领域的沟通交流，给中日关系的积极方面注入更多的正能量。1972年9月，周恩来总理与访华的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基础。过去50年，中日两国关系取得巨大发展。然而，在2012年，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实施所谓的国有化，导致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尤其是近年以来，在美国极力针对和围追堵截中国的情况下，日本追随配合美国的对华政策，冲在恶华第一线，在台海问题上挑动对抗，在国际地缘政治、地区经贸议题上竭力逢迎美国，给中日关系蒙上阴影，造成两国关系恶化。中日关系的这个紧张状况，主要是美国近年来对中国的全面遏制，把作为盟友的日本给裹挟进去，突出了日本社会当中对中日关系比较不利的一些方面。这个第二个是日本自身，由于它经济长期停滞，相当多的政治家为了拉选票，然后非常短视的去炒作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议题，甚至去恢复这个日本的大国地位，寻求这种非常右翼的目标，然后破坏了日本和所有邻国的关系。外界注意到，中方近来已多次就理性看待中日关系向日方发出呼吁。8月17号，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天津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共同主持中日第9次高级别政治对话。杨洁篪表示，中日2000多年交往史和邦交正常化50周年历程启示双方，和平共处、友好合作是两国关系唯一正确选择。双方应以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政治指引和行动遵循，秉持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刻总结历史，保持订立主见，排除内外干扰，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周一，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研讨会开幕式上，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就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提出5点看法，其中强调要坚信守诺，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塑造积极友善的相互认知。这既体现了中方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和期待，也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外，中国驻日本大使孔炫佑近日还在同14家日本主流媒体代表座谈时指出，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需要着力补足互信短板。双方应从邦交正常化历史中汲取经验启示，努力发扬求同存异精神，理性看待两国间存在的差异，妥善管控和处理矛盾分歧，着眼中日关系未来发展。双方应重温建交初心，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精神，把稳两国关系和平友好合作的正确方向。俄乌战事依然焦灼，俄军继续打击多地乌军目标，乌军则表示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而对于乌克兰最近为何要发动大规模反攻，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不反攻，外国的援助可能会减少。俄总统普京则对乌克兰的反攻嗤之以鼻。分析认为，乌军的反攻有美军情报和武器的助攻。不过，随着美欧军援乌克兰日益力不从心，以及欧洲凛冬将至面临的多重危机，
泽连斯基期待的援助可能会让乌方失望，而冲突可能还远未结束。俄罗斯国防部周六发布消息表示，俄防空部队过去一天共击落乌克兰8架无人机，拦截了25枚海马斯和赤杨多管火箭炮的炮弹。在俄军高精度武器的打击下，尼古拉耶夫州的140多名乌克兰军人伤亡。此外，俄军还在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州摧毁了乌军5个指挥所，击溃53支炮兵部队，在117个地区摧毁乌军有生力量和军事装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周五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还在敖德萨拦截了俄军发射的海基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表示，截至当天，乌方控制了哈尔科夫州几乎全境。双方呢现在都想借这个目前这个机会，冬天还没到来的机会，尽量的扩大战果。乌克兰呢想多夺回的地方，俄罗斯呢也想巩固已经占领的地方，另外争取还能多夺回一些地方。这样呢，以后万一需要谈判，总有一天要和谈的嘛，是吧？那样的双方都能够觉得以自己比较好的地位、比较有利的地位，达到对自己有利的那个谈判的结果。对于乌克兰为什么要发动大规模反攻，泽连斯基当天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称，如果不反攻，外国的援助可能会减少。他也承认，现在谈论冲突何时结束仍为时过早。冲突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援武武器能否快速运抵乌克兰。泽连斯基的说法并不新鲜，西方媒体早就认为乌军需要打一场漂亮的反击战，向西方证明其援助是值得的。英国《太阳报》周五称，对于乌克兰前线的战士来说，哈尔科夫闪电战是对士气巨大的提升，并提醒世界乌军可以战斗并获胜，俄罗斯并非不可阻挡。俄罗斯呢，这个行动呢，在世界上呢没有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而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反击呢，却得到比较多的国家的支持，起码提供军事援助或者愿意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已经将近50个了，当然主要是西方国家。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军援呢能够比较长的时间维持下去，所以呢看起来战事呢短期内不会结束。而乌军反攻背后主要靠美国的支持。美国国会山报周五的报道援引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的话称，乌克兰能够在几天内收回数千平方公里的俄罗斯占领区，是美国和乌克兰高级官员经过数月讨论的结果，还包括双方的战争战略和情报共享，以及在美国武器帮助下的乌克兰火力的稳步增强。报道还认为，乌克兰最终的战略被证明放大了俄军现存的问题，包括补给线和后勤问题，以及指挥和控制问题。自2月24号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近150亿美元的援助，包括上周最新宣布的6.75亿美元武器援助。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声明，此次军援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弹药、1000枚精确制导的155毫米榴弹炮和3.6万枚105毫米榴弹炮等。美国《华尔街日报》周一称，乌克兰向美国提出了新的武器供应请求，清单中包括美方至今拒绝提供的射程可达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目前，美国提供给基辅的武器最大射程约为78公里，射程可达300公里的导弹具备攻击俄罗斯本土的能力。泽连斯基私下告诉美国官员，乌克兰无意攻击俄罗斯城市或瞄准平民目标。他宣称，乌克兰军队可能会在明年年初发动更广泛的反攻，获得美国的远程导弹对于乌军发起攻势至关重要。但美国官员透露，由于不希望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拜登对这一请求依然犹豫不决。此外，几名高级顾问还透露，拜登近几周就提供远程导弹的事宜询问了五角大楼的意见。他被告知这种武器对战局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外交部则警告称，如果美国决定向乌提供远程导弹，意味着美方将逾越红线。美国政治新闻网周五报道指出，目前乌克兰已经不再公开寻求获得美国的先进武器，比如爱国者防空系统、F-16战斗机和辉鹰无人机，但在背后谈判进程并未停止。文章认为，乌克兰方面在处理其要求时变得更为精明，即更专注于其现在战场所需要的武器。可以说，美国对乌克兰的情报的援助、信息的援助，特别是军事侦察情报的援助，这是没有上限的。提供的武器呢，的确还是有限制的。可以说是循序渐进、细水长流、提质增量。尽管乌克兰官员称最近的反攻是战争的主要转折点之一，但外界仍然保持谨慎。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在日前表示，有必要看看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所谓反攻将如何结束。
По большому счету, по сути своей, никаких изменений нет. Что-то Генеральный штаб считает важным, что-то второстепенным, но основная задача остается неизменной, и она реализуется. 普京这个话说的没错，因为从那个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人力各方面来说，俄罗斯对乌克兰是那个拥有绝对优势，是吧？但是呢，普京这话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侧重点，就是为了那个提振士气、鼓舞人心，让人民呢团结起来。实际上，乌克兰目前的战事并不乐观。《纽约时报》的分析称，突如其来的胜利给乌军带来新问题。由于乌军开始远离后勤中心，使燃料、弹药、增援等补给线变得紧张。实际上，俄罗斯在武器和补给方面仍保持着优势。报道引述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军官的话称，乌方能够收复这些土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军为避免被包围而进行的撤退。报道称，如果乌军继续往前推进，可能会踏进陷阱。美联社称，对于乌方的庆祝，美国自总统拜登以下的领导人却非常谨慎。曾任北约高级指挥官的美国空军退役将领布里德洛夫称，尽管俄罗斯近来遭受了战场失利，但是普京仍然有大量的部队和资源可以利用，俄军仍控制着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他警告说，普京关闭了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管道。随着天气变冷，能源价格将继续飙升，这将考验欧洲的舆论和民众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乌克兰奉献。分析认为，欧洲电价与天然气价格高企，不仅大幅增加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也在猛烈冲击欧洲的工业制造业。如今，欧洲的秋天寒意渐浓，凛冬不远。在能源供应不稳、异常气候威胁、经济滞涨压力、民众和社会不满等复杂因素交织之下，欧洲自身前景黯淡，已经很难再抽出精力兼顾乌克兰的需求。为保障能源供应，德国接管了俄罗斯在当地的一个炼油厂，而普京说开通北溪2号管道，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么您认为德国会妥协吗？没有俄罗斯能源，欧洲能过得了冬天吗？主持人好。在欧洲各国之中呢，德国是使用俄罗斯能源最多的国家，加上呢，德国是欧洲制造业大国，那么俄罗斯切断对德能源供应呢，就有标志性的作用。为了解决能源危机德国最新采取的措施是接管了俄罗斯石油公司在德国的一个炼油厂，以保证呢这个能源安全。这问题呢接着来了，接管了炼油厂而没有原油，又该怎么办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呀，这个打开北溪2号管道，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呢，德国在这个俄乌军事冲突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不会开通北溪2号，所以并作为呢对俄制裁的措施之一。所以说呢，德国呢大概不会对俄罗斯妥协，宁愿挨冻也不会开通北溪2号。那么没有这个俄罗斯的能源，欧洲国家包括德国能够过冬吗？从目前呢这个欧洲各国的天然气储量看呢，这个俄罗斯的能源要求呢，也许不会撂翻欧洲国家，对欧洲各国援乌抗俄统一战线的影响呢，也不会太大。欧洲大陆呢，存在以最小损失克服能源危机的可能性。那么到9月初呢，这个欧洲的多个国家都实现了天然气储存量达到了需求量80%的目标，有的呢接近90%，德国达到了84%，只有东欧的拉脱维亚、匈牙利、奥地利等国呢，这个仓储量达到65%。可以说呀，没有俄罗斯的能源，欧洲国家呢是可以过冬的。但是呢，要把消耗量呢要降低15%到20%，也就意味着呢要拖经济的后腿。加上呀，欧洲的高通胀率，欧元区和英国呢经济都将陷入衰退，直到明年年底。这欧洲啊正在寻找新的能源来源，这个来自中亚的天然气管呢已经开始供气，而来自地中海沿岸的天然气管道呢即将给欧洲供气，还有呢来自美国、卡塔尔和东非的液化天然气也可以补给俄罗斯断气以后的缺口。所以说呀，尽管呢欧洲的这个冬天很难过，但是呢还是可以过得去的。欧洲呢对俄妥协的几率比较小。那么再回到开头的问题，德国接管俄石油公司在德的炼油厂，有原油可炼吗？德国呢也会找到新的原油供应者，虽然价格很高，但是呢是可以维护基本的能源安全。美国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近日宣布，美国海军星座级护卫舰首舰星座号开工建造，预计2026年交付。
自冷战结束以来，护卫舰在美军中装备的数量逐步减少。仅10年前，最后一艘佩里级护卫舰退役，该舰种自此从美国海军现役航母战斗序列中消失。如今，美军为何时隔30年重建护卫舰，与其强力推行的大国竞争战略有何密切关系？来看报道。据美国媒体报道，星座级护卫舰首舰星座号已于近期在位于威斯康星州的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旗下的马里内特造船厂建造。该型护卫舰是为了弥补美国海军火力薄弱的现役滨海战斗舰的空白。根据其项目办公室披露的信息来看，星座级护卫舰设计寿命25年，标准排水量6012吨，满载排水量达7291吨，长和宽分别为151.2米和19.7米，载员200人，采用柴燃联合动力系统和电力推进装置，最高航速不低于26节，安装最新版宙斯盾作战系统以及有源相控阵雷达、综合反潜作战系统、舰载电子战系统等，可搭载一架 MH-60海鹰直升机和一架 MQ-8无人机。武器装备包括一座57毫米舰炮、32单元 MK-41通用垂直发射系统、4具4联装 NSM 反舰导弹发射系统、一座海拉姆近防导弹发射器和 MK-48鱼雷发射系统。该级舰均衡的反潜反舰防空能力，较好地诠释了多面手的角色定位，既能为舰队提供全面攻防能力，又能单独执行各类任务。特别是装备的16枚挪威产 NSM 反舰导弹，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海军现役水面舰艇制海能力的短板。另一方面，较大的吨位为后续升级改造预留了充足空间，保证该级舰在未来20年至30年内不落伍。但外界认为，由于所有核心部件均采用货架产品和成熟技术，该舰艇设计被认为过于务实，缺乏亮点。例如，其有源相控阵雷达性能一般，不及阿利伯克 3A 型上搭载的相控阵雷达。32单元 MK-41通用垂直发射系统难以应对高烈度海战。NSM 反舰导弹最大射程仅200千米左右，与使用数十年的鱼叉反舰导弹没有太大区别。从设计来看呢，它不再追求那个朱摩尔特级或者是滨海战斗舰那个双体船那种科幻感啊，更偏向于实用，所以我觉得还是更加务实了。相比过去的这个护卫舰呢，星座级护卫舰的吨位更大了，所以计时力和这个适航性也更强，适合远洋部署，而且更突出这个防空反导能力。未来呢，改造升级的潜力也比较大。护卫舰曾是美国海军远洋舰队的重要成员，主要担负反潜作战任务，兼顾反舰与防空作战。911事件后，美国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确定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海军进一步推动由海向陆战略转型，裁撤大量远洋作战装备，其中包括护卫舰。取而代之的滨海战斗舰曾被寄予厚望。据美国国家利益报道，滨海战斗舰概念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原本设定为低价、快速、灵活且容易建造，采用模组化设计，具体任务包括水面作战、反潜战和扫雷等等。但随着美国国家战略的调整，滨海战斗舰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就在周四，服役仅8年的滨海战斗舰科罗纳多号退役，转入储备状态。科罗纳多号是美国海军退役的第3艘滨海战斗舰，也是第2艘退役的独立级滨海战斗舰。美海军计划在2023财年再退役9艘其他滨海战斗舰。实际上，早在2020年，时任美国海军预算副助理部长、海军少将兰迪·克里茨就曾表示，他们不是不重要，只是在大国竞争中他们不那么重要。当时美军呢，实际想把护卫舰的这个工作交给滨海战斗舰来完成。无奈这个滨海战斗舰看上去很科幻，但是并不实用，而且建造维护成本都很高。另外呢，由于其采用了这个当时比较新兴的模块化功能设计对于像反水面任务、清除水雷、反潜等等它可以用不同的模块来搭配使用做到这种即插即用。但是实际使用过程中呢，不断的出现各种问题吧。也是试验性的这个舰艇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有观察认为，美国重新开建新护卫舰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军事战略、海军战略再次转型，要打所谓的大国高端战争。随着网络信息时代下呢，
对军事作战能力的要求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而且美国现在要与地区强国争夺这个制海权，还要完成这个低烈度的一些自由航行任务，所以舰艇的这个无人化和小型化又成了一个发展的方向。美国海军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军费的这个蛋糕只有那么大，分到水面战舰的这个经费只有原来那么多，所以美国海军只能靠建造单价更低、数量更多的这个水面战舰呢，来解决现实的需要。按计划，新座级首舰将于2026年交付美国海军。项目要求总共建造20艘护卫舰。美国防部已与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签订首批10艘新座级护卫舰的建造合同。首舰星座号耗资12.8亿美元，2号舰国会号耗资10.53亿美元。按照规划，后续每艘舰的建造成本约9.4亿美元。然而，根据美国会预算办公室评估，首批10艘舰的总造价将超过预算，达到123亿美元。在中小型舰艇方面呢，美国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也是出于节省时间的考虑，采取了这种部分外包的方式。当然，最后也要看这个星座级的护卫舰在真正建造阶段成本是不是会大幅的上升。如果到了美国国会议员无法容忍的这种水平呢，这个计划可能也不可避免的会陷入当年滨海战斗舰的这种困境。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自冷战时期大量建造的佩里级退役后，美国海军这几年终于下定决心批量建造新的大型导弹护卫舰星座级，这当中折射出美国海军怎样的战略思维调整呢？是的，程倩。2020年10月7号，时任美国海军部长肯尼斯·布雷斯维特在宪法号风帆护卫舰上主持美国海军下一代导弹护卫舰的命名仪式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1794年，刚刚成立不足20年的美国海军正在面对一个我们今天同样遇到的问题，那就是假想敌的海军战舰远比我们的更强、更大，大国竞争严重威胁到美国人民的生活。”于是，当时的美国国会授权建造了6艘重型护卫舰，它们分别是切萨皮克号、宪法号、总统号、合众国号、国会号和星座号。10组6舰的下水服役，让当时的英国人与法国人第一次意识到，美国海军将会是大洋的有力竞争者。2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在海洋上遭遇挑战，是时候建造强大护卫舰与之匹敌了。我们决定以星座命名这级战舰 ，USS Constellation 指的不是天上的星星，而是星条旗上星罗棋布的美国各州。很快，星座级的2号舰被命名为国会号，3号舰被命名为切萨皮克号。不难看出，它被寄予了怎样的厚望。美国海军计划分2个批次，先造20艘。首舰星座号的造价是16亿美金，最终单舰分摊成本要控制在9.4亿美金左右，整个产品线要造60到70艘。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代上将今年1月曾经放话，星座级导弹护卫舰会是美国海军下一代导弹驱逐舰的发展基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信息量是很大的。在我看来，美国海军终于意识到失去的20年是多么的宝贵。在这20年里，他们耗费了大量资金、大量精力、大量时间，用在滨海战斗舰与朱姆沃尔特这2种华而不实的大玩具上。舰队发展遵循海军学说，海军学说又依托国家战略。美国人现在回过神来，在他们悉心研究由海向陆的这段时间里，太平洋彼岸有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古国。他们的红色海军在过去20年的发展路径始终朝着一个坚定的目标，那就是走向深蓝。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意味着美国海军不再有下一个可供挥霍的20年。决战大洋的战略正在重新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那么星座级这款新型战舰具备哪些技术特点？它体现了美国海军怎样的造舰思维呢？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指导思想的约束下 ，FFGX 项目它的技术性能的取舍上偏向保守，一改美国海军前20年在
祖姆沃尔特以及滨海战斗舰上的那种科幻与激进的做法。在竞标的时候，率先把基于独立级滨海战斗舰改良的三体构型方案给否掉了。最终，美国海军选择了基于欧洲多用途巡防舰的方案。也就是说，美国海军的星座级将与法国海军的阿基坦级、意大利海军的迷你级使用类似的柴油、电力、燃气轮机联合推进系统。这是一套经过10多年实践检验的可靠方案。只是星座级的排水量要更大，达到6至7千吨级，它的最大航速也就相应的比法国、意大利海军的方案要低一些，大概能保持在26节左右的速度。这让星座级能够跟上航母战斗群的作战节奏，但要让它去猎杀攻击型核潜艇，这个速度恐怕不太撵得上。但无论如何，星座级的平台已经很大了，6000吨级的标排，7000多吨的满排的体量，这放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海军里都应该被称作驱逐舰。如果将它承载的技术装备一一展开，你会发现它根本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用作反潜的护卫舰，而是一艘青春版的阿利伯克舰。确切的说，也就只有57毫米主炮与32单元的 Mk41垂发，让星座级看起来像是一艘护卫舰。它的主桅跟伯克舰差异不大，上层建筑搭载的 EASR 雷达与福特级航母舰岛上的是几乎一样，是基于 S 波段的有源相控阵，3块阵面刚好覆盖舰艇360度，能够实现区域防空反导，也集成了电子战模块。舰体中部对称搭载的32发海军打击导弹 NSM， 这是一款由挪威研制的具备隐身外形的高亚音速掠海反舰导弹。舰尾设有2座机库，可停靠2架海鹰直升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无人机。上下打量一番，我显然不能说星座级是一款落后的武器装备，准确的讲，它恰到好处的拿捏了先进、可靠、成本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正在逐渐清醒。为了保住世界第一的头把交椅，他们充满了一切都围绕打赢下一场战争的务实。英国伊丽莎白2世女王的葬礼将于19日上午举行，近200个国家与地区的约500名代表获邀出席。这场国葬仪式将是英国自2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大典之一。除多国领导人云集，女王国葬当天，全英约125家电影院将放映葬礼进程，各地公园、广场和大教堂也将设置屏幕播放这场盛大的仪式。外交部官网周六发布消息，应英国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出席19号在伦敦举行的伊丽莎白2世女王葬礼。王岐山周一前往英国驻华使馆吊唁时表示，伊丽莎白2世是除了中国，将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名代表出席伊丽莎白2世的葬礼，其中包括100名总统和政府首脑以及20位外国王室成员。美国总统拜登与妻子周六晚抵达英国，计划在周日吊唁女王，并与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会面。据悉，拜登与英国首相特拉斯的会面计划取消，双方不会在女王葬礼前以官方身份会面。英国首相办公室表示，两人将在下周的联合国大会上举行全面双边会晤。按照葬礼流程，伊丽莎白2世的灵柩周三移送至威斯敏斯特厅，查尔斯3世和他的3个弟妹安妮公主、安德鲁王子和爱德华王子周五在此处为母亲进行了王子守夜仪式。英女王的8个孙辈，包括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则于次日为祖母守夜。直到下周一的国葬之前，女王的灵柩都会安放在威斯敏斯特厅供公众瞻仰。灵柩是30多年前用英国橡木制作的，内衬有铅，可用于隔绝空气和水，更好地保存女王的遗体。而灵柩上一般会摆放3样象征着王室的物品：王冠、宝球及权杖。帝国王冠是1937年为女王的父亲乔治6世国王制作的，过继给女王后进行了修改。在3000多颗钻石中，有一些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宝石，包括一颗317.4克拉的库里南2号钻石和一颗170克拉的黑王子红宝石，据说是亨利5世在1415年的战斗中佩戴的。3英尺长的权杖代表着君主在世俗世界的权利，手柄上的都铎玫瑰、蓟花和3叶草的图案分别代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王权宝球是一个11英寸的空心金色球体，顶部有一个十字架。
公众瞻仰期间，王室卫兵24小时守卫女王灵柩，大厅全天候开放，供民众排队走过灵柩并表达敬意。这将是公众向女王近距离致敬的最后机会。And still days from the funeral on Monday, some of these people started camping out since Friday night in order to get a front row seat. And we've got 2 more nights, and here we are in our chairs with our sleeping bags and Paddy Bear. 英国媒体还在等待吊唁女王的队伍中发现了英国球星贝克汉姆的身影。经过13小时的漫长排队后，贝克汉姆在吊唁女王时表现得很激动，偷偷拭去了眼角的泪水。Every time that we stood there and we wore those 3 lion shirts and I had my armband and we sang, God Save Our Queen, that was something that meant so much to us. Everybody wants to be here to be part of this experience and celebrate what Her Majesty has done for us. 由于吊唁民众踊跃，英国政府曾一度宣布暂停入场6小时。伦敦警方表示，女王的葬礼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安保行动，几乎部署了全国所有警力。女王的灵柩最终将被安置在皇家墓穴乔治6世国王纪念礼拜堂旁一个附属建筑里，与其父母、妹妹玛格丽特公主以及丈夫菲利普亲王一同长眠。